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林亮君议员、陈佑成议员、尹乃菁小姐、柯志恩委员、林佩强委员、翁小玲委员。好，那么川普昨天跟这个泽伦斯基见面然后呢，欧洲呢7个国家领袖本来想打群架的啦，结果呢，那川普说好吧，泽伦斯基先一个一个谈，谈完你们6个再加7个在一起哈，然后中间呢还去跟这个普丁通了40分钟电话。我昨天刚开始接到消息，我以为只是去打一个电话说，人家跟你见面了，你什么时候可不可以等？讲40分钟，要讲些什么哈？结果呢，隔日乌克兰又被空袭了，所以乌克兰官员说，普丁根本没有要寻求和平嘛。川普后来也讲说普丁这到底要不要和平，我也搞不清楚，也许要，也许不要，也许要继续打下去，他也没什么把握那另外呢，川普说为什么我要这么努力呢？要促成他们的和平，因为我想上天堂，就是将来我希望能够死以后上天堂，希望这次我能够上天堂，上帝愿我这辈子干的怪事太多了那希望呢，因为这个事情呢，让我考虑让我上天的原因之一啦因为川普过去你去查他那个事情也乱七八糟事情一大堆所以呢，白宫证实是真的，川普真的是很想上天堂希望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让普丁跟格伦斯基单独会面比较好，我在旁边观察他们的行动他昨天还讲 it takes two to tango tango 要2个人才能跳嘛一个人怎么跳所以呢，这个先看他们负面，他根本也觉得这2个人能不能谈成也不一定，你们自己先谈吧那另外呢，泽伦斯基也说领土问题留给我跟普丁直接谈，但是乌克兰需要额外的资金钱他们现在大概是也没什么钱，他跟川普说我可以买900亿美金、1000亿美金的武器欧洲出钱我也没钱那另外呢，这个希望美国能够保证，因为他买武器所以呢就表示我知道你爱钱那我就给你钱对不对？那你知道我总要有和平嘛那白宫说呢，这个他们不打仗以后，美国可以协调及提供其他安全保障，但是我不派军队去。川普现在就不派军人，因为军人在海外，尤其美国军人在海外比在国内薪水更高，海外有很多津贴补贴的呢，很贵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而且你一去就回不来了。这一旦住了以后，你要撤军，人家就骂你，你怎么把我们抛弃了？军队我们撤走？所以他现在我不撤军，我可以空中支援，或是我协调其他欧洲国家来帮助你，但是我自己不出去。这话其实是空的嘛？什么叫空中支援？偶尔去炸一下，这叫什么帮助呢？我觉得现在就是骗乌克兰，安抚乌克兰了。那布伦伯格说，欧洲10个国家愿意派兵，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跟他们很近，跟他们关系密切嘛，所以呢，乌克兰没有了，接下来就其他的什么波兰什么之类的，所以呢，欧洲国家说愿意那川普说很好，愿意的话呢，你们派我来协调你们派看一下。双普会后，普星真的要跟泽伦斯基见面吗？本来信誓旦旦的川普接受福斯新闻电话专访，他口似乎又改口。We're going to find out about President Putin in the next couple of weeks, that I can tell you, and we're going to see where it all goes. It's possible that he doesn't want to make a deal. 白宫也出来灭火，说真的有在安排美乌俄峰会。Did Putin promise to do a meeting with Zelensky, a direct meeting in the coming weeks? He has, and I just answered that question for you. Have expressed a willingness to sit down with each other. Okay, a willingness to sit down with each other, but maybe not so fast. 川普泽伦斯基没有这么快王见王，因为俄罗斯说要先从部长级接触开始。Ради того, чтобы шаг за шагом, постепенно, начиная с экспертного уровня. 会谈地点现在也是大问题。美国媒体就报道，本周一美乌欧领袖在白宫见面的时候，川普跟普京通电话，普京建议来俄国首都莫斯科谈，泽伦斯基当场拒绝去交战国。欧洲领袖也认为这不太妥当，但问题是普京能够去的国家很有限。
白宫证实正在努力安排这场会面，只是能选的地点非常有限，因为普京被国际刑事法院 ICC 依战争罪起诉，面临125个国家的逮捕令，很多地方他去不了。普京绝对不会去可能逮捕他的国家。传出白宫目前倾向办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因为匈牙利退出了 ICC， 跟俄国关系也不错。I think Putin will try to avoid that. He wants to make it look like he's the one of supreme global leaders. 虽然外界不看好普京真的会见泽伦斯基，但安全保障上，川普证实欧洲国家可能派兵进驻乌克兰，美国不会派兵，但愿意提供空中防御。阿珍。我觉得这样像CNN所报道的虽然说这个普丁是不是可以跟泽伦斯基一起碰面，全世界都在关注但是 CNN 特别报道说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普丁本来就自视其高，他不觉得他可以跟泽伦斯基是站在同一个 level 上面，所以他们不可能坐下来，因为他本身就看不起他，而且普丁目前来说的话，还是握有绝对的自主权，所以他们认为说，如果说彼此派代表，这还有点可能。那这个问题就是来自于这个 Trump。那 Trump 虽然说是信誓旦旦，大家也非常的相信他希望能够尽快，那会不会获得和平奖不知道，但是这起码是他这个所谓竞选的一个承诺。所以你可以发现，当大家特别是这些欧盟这些人，他们也觉得非常的无力，因为呢，他们即使有心要用军事的方法介入俄乌战争，但是呢，一个没有美国的北约，说实在的，它也发挥不了一个太大的一个作用所以当然他们要求就是说，希望能够恢复这个战前这个所谓彼此之间的领土争议。那对普丁来说，怎么可能？我花了3年多，到最后结果恢复你战前的这样所有的领土，所以彼此之间在这个层面上面根本就没有一个突破点。那最重要的是彼此的地位是不太对等的。因为普丁目前来说的话，他即使跟川普讲，但是呢，他还是可以照样的轰炸。那美国提出了一些空中的保证，他又不派兵介入，所以这个搞了3年半。那欧洲的欧盟代表一系列排开，那就站在那边听川普在训话，难怪他们很多人就要翻白眼了。所以这件事情，你看还是处在这个层面，只是3年半，大家比较是期待的，就是说大家也都累了。即使是普丁他还是有他内部的一些的问题，而且他也没有办法想象泽伦斯基这个国家竟然可以。这个韧性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层面而且这个泽伦斯基这次是穿着正式的服装的说川普这次对他有很多的微笑，但是呢，服装不代表任何的状况，重点就是说，你看流连在这个所有欧洲各地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些民众，他们也很希望透过不同的方法，他们就甚至因为我们在访欧的时候也遇到过不少的人，都是专业的人士，可是在欧洲因为难民太多了，他们也很难得到他们专业所应该给予他们前地最大的可能。所以他们很希望回去，所以泽伦斯基也有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压力之下面，所以呢，只要能够让他们回得去，是否能够保住过去的一个领土，这些乌克兰的人民其实也不是那么样子的，一定要如此。但是泽伦斯基的意志力，还有他在这个东西，欧盟还可以撑多久？还有。川普是否在这边最后的时候还要给予一个所谓最大？因为我们大家就说没有必要大家认为说要恢复以前的面积，可是呢，川普说这不是一个必要条件，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川普其实某种程度还是站在普丁这一头。所以说呢，这个谈判如果能够从彼此之间的不是总统领导层面的开始，而最高的层级开始坐下来谈，或许有一个破口，然后其他人再互相的呼应，稍微可以让这样的战事能够留有一线的曙光了。好不好？伦敦国王学院的专家说单凭欧洲是下不住俄罗斯的。所以美国一定要进来，对啊。那我觉得欧洲也是，二战打完这么久，你们这么多国家，对不对？你们居然还下不住俄罗斯，俄罗斯要打一个乌克兰，打个3年半也没打下来所以他们还压不住。那普丁说呢，要求触及乌克兰的红线什么意思就是基本上昨天白宫就画了一个图就这些都是俄罗斯现在占领的那他现在不肯还那这个泽伦斯基又不肯让那这个东西怎么办呢？这边要搞多久呢？再打下去，我觉得乌克兰现在打不下去了，所以其实已经不简单了，打了3年半所以乌克兰现在要求的第一就是停火，那要停火，欧洲也认为要停火，那原来这个川普也认为要停火，但是跟普丁谈以后，普丁说我现在不能停火，停火他就不谈了，就是继续打下去，要更加强打了之后才有可能谈。川普居然听进去了。所以川普昨天也讲停火没用了，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和平协议，但签和平协议的时候都还没停火，所以呢，和平协议比较重要，停火不重要，所以川普居然反对停火。
那泽伦斯基急得要死，希望停火，欧盟也希望停火，但是现在可能就不停火，不但不停火，继续炸。乃金是，的确就是关键就还是在德国总理讲的哈，就是要停火。你如果没停火的话，其他谈都是白谈的。像现在这个北约啊，还有这个泽伦斯基啊，他们就会说哦，很快，我们有关于安全的保障啊，1周啊10天之内哈，我们白纸黑字就会出来，有什么用呢？你如果不停火的话，你其他的谈那可以谈到天荒地老，但是没有尽头哈。现在最大的问题呢，就是像刚才赵先说的，因为川普呢，他听了普丁的话。他在这个见泽伦斯基还有欧洲这个7个首脑的时候呢，他简直就像是他就是普丁的 broker， 普丁的代言人一样哈。普丁在背后呢下指示，他中间呢跟他们谈一谈之后呢，赶快出去打电话给这个大老板哦，大老板说哦好，我愿意见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代表团见面，很高兴的赶快回来跟他的这些的主要的客户说，我们谈成了，我们很好啊，一切都非常的高兴啊。但是事实上，这些欧洲国家，他们长期以来跟普丁也打交道哈，就历史的经验来讲，或什么跟打交道，他们呢都知道呢，普丁他拥有最大的实力，他的最大的实力在什么？他不用选举啊。然后呢，他不用选举了，不过反正那个选也是对他的那个选举，他们已经透过修宪把他的任期已经延长了啊，就是说他在他的任期很稳固的情形之下，他国内没有敌人，而他呢去所谓对于乌克兰采取这种非军事行动，是要去扩张。恢复这个苏联时代的这个荣光，所以他的这方面的这个塑造，使得他在国内呢这方面的地位呢，即便有一些异议人士挑战，但是在这个地方他就立于不败之地了嘛，他就不像你欧洲国家还有美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所以现在的最大的关键是说，好吧，就算是这个泽伦斯基跟那个普京真的能够见面的来会谈，可是你能够得到什么？就说对于泽伦斯基来讲，现在如果说不停火的话，你未来谈的只有糟跟更糟的2种选择而已。因为川普已经一面倒向了俄罗斯，他更在乎的是美俄之间如何的恢复全面的交往，如何把这个俄罗斯呢带回到这个国际舞台。他觉得你们欧洲还有这个乌克兰啊这些不要不识好歹。我今天呢。希望双边呢尽快的达成和平协议。他讲的多好听啊！我可是为了这么多的这个乌克兰的民众啊，这个战争不能够再延续啊。可是他想到的只是普丁的利益、美国的利益，他没有在乎乌克兰的利益，他也更不关心说。今天呢，普京呢是要求那个顿巴斯，只要这个普京呢拿走了这个顿巴斯，等于对乌克兰说，他就失去了他防卫的堡垒嘛，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个对于欧洲的其他的国家来讲，他当然疑虑更深啊，就等于是说，如果没有在这个你拿走了顿巴斯，这就好像是一个防线一样，你的防线就往前再推进了之后，它就没有缓冲区了。如果再没有更安全的保障的话，欧洲国家对于普京的这种疑虑呢是实际存在的。再加上川普不可靠的情形之下，我觉得对于乌克兰的未来的命运来说呢，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处境。如果说今天泽伦斯基顾及到是他国内的政治权利，他觉得他如果一旦让步的话，割地赔款，他就死无葬身之地。而坚持不肯让的话，那受苦的是谁？就还是乌克兰的老百姓啊！大家看嘛，顿巴斯是这里啊，这俄罗斯就是乌东地区，占了乌克兰20%的土地哦，而且很重要，这个地方算是蛮精华的哈。所以呢，俄罗斯说这是我的，克里米亚在下面，这是我的哦。那在情况之下呢，对俄罗斯来讲，它好处就是它多了一个缓冲区。哦，那防止这个北约东扩，他就说北约不能东扩，哦，但是对乌克兰来讲呢，是丧失的精华的国土哈，这个东西哦，丧权辱国，泽伦斯基很难继续在乌克兰混下去了。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日本读卖新闻在日本蛮重要的一个媒体了啊，他说说呢，2024去年年末去年年底台湾跟日本签了一个备忘录密签说呢，如果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但是呢，先不管日本有没有事，台湾有事，一定会有大量的就是逃难的人啦，逃避战争的人，每次都是这样子嘛那他们可能会到日本去，同时日侨也会回日本去，日侨留在这边干嘛呢？那这中间万一有那个匪谍或者那种恐怖分子在中间化成难民，化成这种要逃避战争的人跑到日本去，那不对日本带来损害吗？所以就要签一个备忘录，要防堵他的间谍。换句话，这边叫严审。要去日本的人看他们中间有没有问题，其实就这么一个东西那结果呢，外交部说有，但是不是台湾有事，而是呢入出境管理事务的资讯共享，有哪些是坏蛋到时候呢，我们会告诉日本说这些人小心，不要给他签证类似这样的那所以呢要防共谍所以呢因应台湾有事，那外交部说。不是台湾有事，真的不是台湾有事，那不是有事，那你签这个什么呢？那为什么要密签呢？这就很奇怪了，这有什么秘密呢？对不对？你就好好就签一下，说好，我们这个加强到日本的这个签证，我们协助他，提供他一些资讯，这个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了。那为什么要去密签？那你密到底什么意思呢？那立委就有意见了，说签这种东西到底应该通过立法院的，对不对？不管是审查是备查，总要到立法院去嘛。那立委都不知道国民党立委不知道，民进党立委也不知道通通不知道所以呢，程序是有问题，不可以这样签嘛那沈伯洋就说呢，这不是黑箱，真正黑箱是蓝白掌握的国会是黑箱，所以呢，我们这个甚至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绿委也不知道你们蓝白搞什么鬼这才叫黑箱那好吧，那到底这是不是黑箱？我们先看看这个密约。这是8月19号日本读卖新闻的头版标题，写着台湾有事共享撤离外国人资讯，罕见备忘录签署，警戒中国特工潜入日本。内容揭露日本和台湾去年底签署一份 MOU， 有事发生时双方将共享撤离外国人的相关资讯，以防止敌方特工趁乱入境日本破坏。不过日台交流协会对此不予公开，但这是外交部第一时间的反应。您可能要问的是主管的机关。实际翻开内政部移民署网站，确实有记载2024年12月18日与日本签署入境管理事务资讯共享 MOU， 但现在问题是被发现这份 MOU 迄今未送立法院备查。他何必要藏头缩尾？甚至是说，因为据说好像现在到底是要由移民署来负责，还是由外交部来负责，讲不太清楚。我觉得有什么好客气的呢？你不能因为政治上的需要就回避法律上的需求。台日间并没有针对所谓台湾有事签署合作备忘录，对于双方行政事务上的一些合作，不涉及任何需要送交国会的要件。而内政部2004年其实也有跟日方签署过台日有关入出境管理事务及情资交换暨合作 MOU， 具体内容跟最新的版本大同小异，差别是纳入了更新形态的方式，但细节和碍于默契，无论是外交部或移民署都不愿透露。另一头，中国大陆外长王毅时隔3年再度访问印度，与印度外长苏杰生会谈。看看印度代表团的阵容都是两岸通，外长和次长都曾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左右手的东亚司长和现任驻中国大使都曾驻台。中方会后声称，印度外长在会中明确表态支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随即遭印度外交部紧急澄清，对台湾的立场没有改变。印度这个差不多3年半跟大陆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往来就因为边界啦，因为他们那么丢石头打来打去所以他们现在说将来呢要派这个中段跟另外一段呢中后段要派将军级的人去讨论将来边界怎么样解决来，小林委员。是这个有关于这个读卖新闻呢，他爆料就是台日有签备忘录的这件事情那这让我现在就是很感慨，就是只要是民进党政府不想让我们在国会知道的事情，他就说都是秘密协定像关税也是秘密。然后我还记得在之前好像是跟印尼签有关于外劳的这个相关的备忘录，也都是说是秘密。那这次这么重要的这个涉及到我们国民个资这是因为这涉及到出入境管理的资讯共享，这都是跟我们人民的这个出入境的个资这些有关的。他到底拿了哪些资讯
去提供给日本政府知道。那么而且这个管道到底是未来是要防堵是谁？是真的是中国特工吗？还是说是可能是这个基本上是要防堵我们可能跟什么大陆友好的一些人士？那又或者是说，这可能根本就是要提供给民进党的权贵。未来真的台湾有事的时候，它有一个特殊的管道，可以很迅速的到达日本。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这种秘密的这个备忘录啊，涉及到出入境管理资讯的备忘录，它到底里面内容是什么？这本来依照现行法律，只要是外交部签了这些相关的这些备忘录，都必须要送立法院备查。那可是为什么他没有送立法院来备查？那甚至我们还可以改审查啊，因为这个备忘录的内容，如果说是我们认为说其实有不妥的地方的话，是都可以改审查的。所以我觉得就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其实现在的民进党政府真的是都是搞黑箱，好像这次关税协议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不知道我们到底释出了什么样的条件啊，我们让利了什么？那么可是呢，只知道我们的关税是叠加上去，然后我们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问那些政府官员，他们就说这都是秘密协议啊，跟美国说，美国说这不能讲。那现在看起来跟这个日本的所签的这个备忘录，同样的也都说是秘密。真的就是一个黑箱政府啊！那我必须讲说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因为涉及就是我们每个国民的这个人这个我们的各自隐私权等等。那么其实现在我们去日本呢，只要是入境都已经要盖指纹，然后还有做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验证。那么所以就是两边他们到底实际上是交换了一些什么样的讯息？这个部分，民进党政府应该要好好把它讲清楚。奇怪了，如果说这个外交部有这样的资料，或者是入出境管理局就把他抓起来了。对，怎么还把他放走呢？刚我才听了他不是只是把外国人，说大陆人，他把我们的资料可能都给，这人有怀疑，这是有问题。这的确对于人权对于我们的这个隐私其实有问题的来，佩强。我会认为说，在这个案子上面，外交部真的要好好讲清楚、说明白，因为不能什么事全部都用2个字机密把它掩盖过去。假设说2个都是姓洪的人出去，结果你只给你不查洪申翰，你只查洪孟凯，那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嘛。那变成说什么事情都是说 everything is classified， 什么事情全部都是机密的话，那其实我们看到这种的备忘录签订、这种的协议签订，通常是在打仗的时候。打仗的时候，因为的确有国安的疑虑，所以说因为特殊情况发生，但是现在没有特殊情况，而他们只是用个假设的方式，就实质上来控制我们的言行举止。只要我们有人去日本，他们随时都可以查。那其实这就是另外一种的这种侵犯人权。刚刚讲过，隐私也好，个资也好，都是极度的侵犯人权。那我刚看到另外一个说大陆跟印度的事情，其实我还蛮忧心的，因为印度一向是传统来讲都是联印抗中美国的整个跨的里面最重要的一环，但是因为现在我觉得川普用一些很不能关税，他不是关税，是因为说他关税是一回事，他利用说因为印度去买俄罗斯的石油，所以要给他制裁，他给他制裁之后，现在变成是说印度其实印度跟中国其实一直之间，他们就是有一些爱恨情仇，不是全部都是仇，也有一些合作的关系。但是在这前提之下，川普主动放弃这种多边性的贸易协定，然后让印度跟中国合在一起，那变成是说未来反而是美国当初他们在建构这个现在的世界秩序的时候，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几个大型国家全部合在一起，而川普刚好实质上的让他们去合作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互相之间的货物只会来往更密切，甚至科技各方面人才在流动的时候，我想这是可能未来在整个亚洲的秩序会重新改变很重要的一环。印度跟中国加人口将近30亿，对啊，是美国的10倍，而且经过昨天以后呢，这个印度一定更气了。说同样是买俄国油，你对我们印度科加那个次级关税，对中国说现在不科，再说，那你是什么意思啊？如果2个都科了，印度也许心里还觉得比较平一点，中国都提都不提，所以再说。我补充一下就是台日签的这个所谓的备忘录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有看到内容是什么我觉得有几点呢要稍微澄清一下。第一个，
不管它的主管事项是什么，因为入出境是内政部嘛，哈。但是呢，它是属于2个国家之间签的这种备忘录。你不管形式，不管它的名称叫做备忘录、叫做议定书 （protocol） 或者是协议、协定什么这个条约，你都是要送立法院备查的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现在大家没看到内容，对，好，所以你不知道它实际上牵涉到什么样的事项。那如果说是根据读卖新闻讲的是说台湾有事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去审查我们要去。就等于是大家就在逃难了，逃难的这个里面呢，里面的有一些的那个人呢，里面是不是混充了一些间谍，会危害日本的安全？哈，这个就有几个层面了。第一个层面是说，现在在这个国与国之间的那种领务上面的这个合作哈，它的确有这种长臂管辖，就是说。我因为呢担心呢，比如说像日本，他担心到他的国家的旅游的人实在太多了哈，所以呢，他就会在这个国家比如说在台湾，他在入境前的时候呢，他可能采取某种的形式，比如说在机场哪里啦，或者是在登机门口的时候呢，他用抽检的方式呢，去了解一下这些人入境有没有问题。大家如果说现在这个搭飞机你要到这个美国去的话，可能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你好像在那个登机门前啊，或者看到有那种外国人，他其实那个就是 AIT 的人，他就是 AIT 的人，他就是做一些的这个抽查。然后加拿大跟美国之间呢也有这样子的例子，然后美国呢跟巴哈马之间呢也有这样，就是说你要在从这边入境，从巴哈马要入境到，他不要你到飞机下来再遣返，对，这是一种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别的那种不同的形式，就是说它有状况 A、状况 B、状况 C、状况 D。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外交部呢，为什么要跳出来否认说没有针对台日有事啦？台日有事，我觉得是因为这样子的状况呢是非常难堪的。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是如读卖新闻所说的，在我们签的这个备忘录里面呢，它针对状况 A、B、C、D、E， 其中有一个就是一旦台日有事的时候，就是大陆武力犯台了嘛，对，所以呢。他就要去查就是逃难的人里面呢有没有隐藏着这个共谍。这个对于外交部来讲，它难堪的地方在于是长期以来外交部都很喜欢塑造一个印象，哎呀，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所以怎么会这样子呢？台湾有事的时候，日本要来防的是说。日本要来防的是说，不是说我要不要来保卫台湾，而是说，哎呀，你们不要逃难到日本来，而且这个里面呢，我怕你们混杂的是有一些共谍要来危害我们这个日本的安全。我觉得外交部尴尬的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今天出来否认说，没有啦，没有讲到台湾有事，那就更麻烦了。那如果说没有台湾有事，那就会牵涉到像刚才2位委员讲的，你是在平常时间的时候。你如果不是通过一个现在大家已经视为惯例的一种我们互相都理解长臂管辖的一种领务上面的合作，而是在我们出境之前的时候，你就把我们的资料都给对方了，你是基于什么关系啊？就是这当然要送立法院备查，一定要。台湾有事，你现在变成日本人要跑台湾人要跑就变成这个样子，这么搞什么鬼呢？对不对？我们原来是希望台湾有事，因为日本怕有事来帮助台湾嘛。他现在不是菲律宾也讨论的说，菲律宾在台湾好多菲劳那撤侨你们搞什么鬼啊？所以呢，但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那民进党政府应该做的是台湾没有事嘛，而不是有事嘛。有事是不得已才会有事，那没有事你要尽量他没事嘛，而不是呢现在搞得现在好像这个大家就很紧张。然后什么汉光47号演习又加强演练，台北捷运车站上面都那么防备然后呢什么0日攻击，本来是大罢免之前要攻击，替民进党大罢免造势，后来据说他们国安单位说不要演，因为怕演了反而更糟，演了反而让大家更紧张。事实上就是这样对不对？你一方面又说紧张，一方面说不紧张，一方面说不紧张，一方面又说紧张，那到底紧张还是不紧张呢？现在再回来。